晚上好啊，我是毛一方。相信大家在网上时常有看过类似这样的视频，所以也有一点概念。考虑到大部分人应该都不喜欢看这样的视频，所以我就把它放到影片的最后面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慢慢品尝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被鬼压着强奸算不算是鬼压床呢？因为这两个事情我都经历过，我个人觉得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如果你们有类似的经历，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哦。那么我们开始咯。我叫小雅，很多年前我一个人来到吉隆坡念书，为了省钱，我就在学院附近找到了一个特别便宜的双层排屋。第一天搬进去的时候，我认识了我的屋友小美。就在小美帮我收拾行李的时候，就讲到了这间屋子的历史。原来这个宿舍以前发生过几次灵异事件，有时候挂在房间的衣服莫名的会跑到洗衣机里面去。据说这个鬼很喜欢帮人家洗衣服。2楼有一个房间曾经死去了一个女学生，据说是为情自杀的。最恐怖的还是一个经常发生鬼压床的床位，这个床位其实就是小雅的床位。当时不信鬼神的小雅根本就不相信，还嘲笑他们太过的迷信无知。直到那一天，她还是被缠上了。故事是这样的，其实小雅已经在那边平安无事的住了几个月。那一天，小雅的身体就有一点不舒服，所以就没有去上课。那天中午，她就跟平常一样，去楼下的那个书店借了几本漫画书后，就回到家躺在床上看哦。看着看着就看累了，很自然的就闭目养神。就在浑浑噩噩的时候，隐隐约约之间就闻到有一股湿湿的味道，还有一点发霉那样的。据说这个就是鬼魂的味道。这个时候，小雅突然就感觉到有东西压在她左半身。当时小雅的神智还是很清醒，回想起小美所讲的东西，她知道她遇到了那种东西。当时小美就想着保持冷静，想着应该很快她就会离开了。可是接下来的事情让小雅不知所措，因为她不单压着小雅，竟然还疯狂地吸着她的耳朵还有颈项。诡异的是，当时小雅害怕的感觉竟然消失了，还感觉到莫名的舒服，就很像要高潮了那样。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，半梦半醒之间，突然又感到害怕。当时小雅就拼命的想挣扎，无奈全身根本就没有力气。可是她还是在不断的吸着小雅的耳朵和颈项。这个时候，求生的本能就使她举起了那个没有压着的右手，迷迷糊糊中就碰到了一本漫画书。小雅当时就拿着这本漫画书不断的向后打。混乱间，小雅感觉到她很像打到一个类似头部的东西，还隐隐约约的听到她的惨叫声。那么小雅就在那边不断的挥拳乱打哦，再加上求生的意志力坚强的支撑着，突然间一切的压力就消失了，小雅恢复了行动的能力。当时小雅就吓到不敢睁开眼睛，其实就是怕近距离看到那个鬼的样子。当时小美闭上眼睛的时候，还隐隐约约的感觉到其实她还没有离开。可是打开眼睛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有看见。当时小雅也没有离开那个房间，只是呆呆的坐在床上，大概有5分钟，她就不断的看着四周围，想着想着越想越怕，于是她就冲出去找小美。跑到楼下才发现，原来屋友们都还没有放学，无奈的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等他们回来再告诉他们了。过不久他们就回到来了，当时大家一起商量过后就做了一个决定，就是马上一起搬走。小雅回到家后就把事情告诉了妈妈，隔天妈妈就带她去找了一个师傅。师傅就讲，因为事发的前一天，小雅买了新家具，移动了她的地方，冒犯了她，而且鬼魂都是趁你人气最弱的时候攻击你。当时你一个人在家，那么当然容易被骚扰咯。当时小雅也生病了，时运就比较低，再加上如果你不够睡或者午觉休息的时候，其实是他侵犯你最好的时机。小雅之前也不相信鬼神，而且还嘲笑别人迷信。其实鬼魂是这样的，
如果你越不相信他，那么他就越会骚扰你。还有就是早上不要讲人，晚上不要讲鬼，因为可能他现在就在你附近。好了，小雅的故事就讲完了咯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故事。这个人呢，他就比较勇敢，很多次的被鬼强奸，强奸他的鬼呢有男也有女。故事中含有一些成人的内容，避开人群才看啊。那么我们开始咯。我是一个男学生，住在学校的宿舍，一般每个月都会有好几次的被鬼骚扰。他通常都是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来碰我的身体。刚开始也不知道是鬼，被鬼强奸的时候，我也是处于半梦半醒之间。那个时候我全身都不可以动，眼睛要睁开都非常的困难。那个东西会摸我的身体的每一个部位，有时候甚至还会帮我自慰。通常醒来过后内裤都会脏了，可是周围却什么也没有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其实还是很害怕的，可是后来这样的情况多了，慢慢的也就没有这样害怕了，因为也习惯了，也知道了他是鬼，那么避免不了就只有接受了。当时好奇的我就想着问他一些问题，所以后来的几次，每当我要睡觉的时候，我就问他问题了。可是事发的时候我也看不到他，身体也不可以动，也不可以讲话，不过呢，身体还是会有一点感觉。当时我就努力的让自己保持镇定，不要害怕。过后心里就默念的问他：“你是谁？你是谁呀？”没有想到他竟然可以听得见哦，因为当时他停止了摸我。我总是感觉到他要回答我的问题，可是我却听不到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鬼的话我们听不明白。过后也尝试了好几次，也是类似的情况。直到有一次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没有想到这个办法竟然可以跟他沟通哦。那天晚上他来摸我的时候，我心里就默念的问他：“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如果你是男的，就摸我的左手；如果你是女的，就摸我的右手。”哎，果然我的右手就有被摸的感觉。过后的好几次，我也同样心里的默念的问这个问题咯。哎，原来不只是女的哦，偶尔还会出现男的，不过大部分也是女的啦。他每次就触摸我，激起我的性欲，让我梦遗。就这样，我从害怕到兴奋，每天都沉迷于和灵体发生这种奇怪的关系。可是每天起身后，身体的虚弱就会感到我很后悔，日复一日的也瘦了很多。直到有一次就有一点不一样，那一次非常的痛苦。当时的我也是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，也是一样身体动不了。那次他竟然帮我手淫，从他的声音我大概猜到他是个男的，而且我默念问他是男是女的时候，他也触摸了我的左手。那天醒来过后，身体非常非常的虚弱，我非常的清楚我不是做春梦，内心也没有什么杂念。其实我就是想安心的睡个觉，但是一闭上眼睛，总是会有东西来碰我。恐怖的是，那个时候他竟然每天都来对我做一样的事情。那段时间我下面还很痛，因为肿了，实在是太难受了。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变得更加的虚弱，同学们看到我都问我是不是吸毒，可见当时我的脸色是多么的虚啊。就在那个期间，有一次他还带了很多朋友来摸我，隐隐约约中我感觉到有5-6个，根本就是性骚扰啊！就这样，很多手在摸我的身体的各个部位。这一次我还听到很多男鬼的笑声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反抗啊。他们在性骚扰我的时候，我是感觉到身上是没有穿衣服的，可是醒来的时候，衣服却穿得很整齐，只是裤子湿了而已。就在我最后一次被性骚扰的时候，也是有好几个鬼来骚扰我，其中一个男鬼还非常非常的过分，因为他竟然把他下面塞在我的嘴巴里面，我当时就非常的生气，下意识的就用力的咬了下去。这个时候，那些在伸手触摸我的鬼全部却停了下来哦，那个过分的鬼也走了。慢慢的，我的身体可以动了，睁开眼睛看一看房间，可是也没有看到什么啊。这一次呢，我的内裤就没有湿。过后的日子里面，我就再也没有看到男鬼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我咬到了。从此以后来骚扰我的就只有女鬼了。我还是一样让他摸我的左手和右手来分辨的。女鬼呢就没有每天来，只是1个月1-2次。从身体的触摸上，总是感觉其实他就是同一个鬼来的。
因为在他触摸我锁骨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他的手指很细，手掌都是差不多大小的感觉。他也是一样抚摸我身体的敏感部位，让我产生欲望。有时是颈项，有时是耳朵，有时是胸口，有时候是下面。那时我就心里默念地问他一个问题：我虽然看不见你，可是你可以跟我讲话吗？这个时候突然在我耳边就传来一个撕心裂肺的喊声，他就这样在我耳边一直叫一直喊，叫声很特别，有一点像小孩子，又有一点像妇女，我也分不清楚。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，还是他只是要吓我罢了。被他吓醒后，我闭上眼睛就想继续睡了。可是他既然又来了，这次呢，我就想着骗他，我心里就默念着：我看到你了啊，我看到你了啊。其实呢，我就只是看到房间的墙壁和天花板而已，什么也没有看见。可是这个时候，他突然就非常的生气，他用手掐着我的脖子，感觉是我这句话惹到他生气了。这个时候他突然就开口讲话可是我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，根本听不懂。突然间我又醒了，可是周围还是什么也没有啊。那天过后呢，就是学校假期，我就跟了2个同学去泰国旅游，就去了那边的一个庙。当时我就和大师讲了我这个被鬼骚扰的事件，大师就给了我一个护身符。大师看了看我的发型，就叫我理发的时候要把额头露出来，或者就直接剃光头。大师就讲，人的身上有3把火，头上1个，肩膀2个。时运低的人，头发的刘海会挡到头上的天灵火。其实只要把这3把火露出来，那么阳气就会旺盛。阳气旺盛，那么他就不敢靠近我们。从此这种事情偶尔还是会发生，可是距离上一次发生也在10几年前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可以点个赞的话就当然更好了。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